今天是2025年12月12号，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87天。昨天俄军全域战损1460人，乌军继续坚守红军城，在主城区和俄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乌军在主城区的控制范围已经扩大到15平方公里。在红军城城外，俄军投掷大量滑翔炸弹，摧毁乌军阵地，已无法继续坚守，乌军后撤5.7千米。目前，俄军占据红军城城外局部阵地。库皮扬斯克地区，俄军已经无力回天，彻底失败。乌军进一步稳定了该方向的局势。莱曼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和俄军在市中心展开激战。胡利亚波尔方向，俄军继续围攻乌军阵地。截至目前，尚未突破任何乌军防线。波兰宣布向乌克兰转交14架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米格29战机，乌克兰无需为此支付资金，用无人机和导弹技术交换即可。这些战机将在2026年1月至2月份移交。乌军飞行员不需要培训，可以立即驾驶这些战机。乌克兰军方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打击还在持续，乌军海洋宝宝无人艇再次打击了前往新罗西斯克港的影子舰队达山号，无人艇袭击了该船的右后侧船体，遭受重创沉没。另一艘影子舰队船只在黑海被乌克兰安全部门扣押，该货船试图从克里米亚运输钢管出口。该船包括船长在内的16人将面临乌克兰方面的刑事起诉。俄军现在已经无法保护黑海航运的安全了，对影子舰队其他船只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慑，只敢躲在乌克兰无人艇和导弹袭击范围之外。乌军导弹在里海袭击了卢克石油下属的菲拉诺夫斯基石油平台，引发剧烈爆炸和火灾，20余口油井全面停产。该平台是俄罗斯在黑海最大的油田，产能主要用于出口。乌军彻底切断了俄罗斯的海运石油，将会进一步加速俄罗斯经济的彻底崩溃。12月10号，欧盟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2027年年底彻底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进口。俄罗斯此前投巨资建成的管线即将全部作废，彻底失去欧洲市场。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也会进入倒计时阶段，或许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经济总崩溃就会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必先优于战场崩溃。现在所谓的世界第2军事强国已经堕落到只能依靠小股多路战术进行渗透攻击，这种作战模式不可能大规模消灭乌克兰军队，只能慢慢的蚕食并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这说明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已经被严重削弱，而且这种战术不可能持久下去。乌军只要能拖住俄军不断的消耗俄军，等待时机给予致命一击，迅速进入俄罗斯境内打下几个州，就能迫使俄罗斯军队主动求和。关于和平协议，目前已经形成了特朗普和俄罗斯一个阵营，乌克兰和欧洲一个阵营的局面。乌克兰已经提交了乌克兰版的安全协议，分别是欧洲提出的20点和平计划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以及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下周一将在柏林举行会议。美国最新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美军在欧洲的驻军必须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减少。这是国会形成的法律，美国总统必须执行。欧洲的态度日趋强硬，各国正在加紧立法，使用被扣押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援助乌克兰，协调满足比利时提出的最低要求。如果这笔款项能够落实，对普京将面临灭顶之灾。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